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2月17日，星期二啊。那么昨天呢是春节，所以呢虽然我们是在欧洲，也不能免俗啊，因为看到大家都在做一桌一桌的菜啊，所以我昨天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烧了几个菜，然后烧完以后就后悔啊，因为吃了以后人也觉得今天就感觉人有点浮肿啊，还不如就是平时吃的少一点，人觉得精神啊，就觉得人很慵懒啊，然后有点浮肿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过节啊虽然也是很好，但还是其实更主要就是你自己想怎么样过你就怎么过啊，也没必要就是要随着什么传统啊，随着什么就是大流啊这样，好吧？那么但是还是在这里呢，要祝大家啊，祝我的所有的观众，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呢，春节快乐，马年马到成功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很多人在做就是投资啊，做这个股票的时候呢，会疏忽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投资股票的时候呢，有的人就喜欢买，就是很多股票啊，买个7个8个股票，甚至更多。那有的人呢，就觉得呢，这种方式呢，可以规避风险啊，觉得就是这个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万一这个股票跌了，我这个股票涨了啊，那如果大盘涨了，就我所有的股票也都会基本上会跟着涨，对吧？就如果遇到牛市了，那很多这股票就涨起来了，那么我还是能够盈利啊。那么我今天就是要聊一聊啊，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巴菲特呢，他以前有过一个视频啊，对我启发很大。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啊，就不像现在，大概是50多岁的时候吧。他说，在我早年，他说我每年都可以保证获得50%的盈利啊。那人家就问他，那你这个资金量是多少呢？他说我这个资金量只要是100万美元以内啊，他说我每年可以保证50%的收益。With $1 million, you could earn 50% a year, but you have to be in love with the subject. You can't just be in love with the money. You really got to just find it like essentially like people find other things in other fields because they just love looking for it. A biologist looks for something because they want to find something. And that's built. 事实上呢，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就让我在去年，就2025年11月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一年的股票的行情基本我认为也过去了，我就想啊，空下来是不是做视频啊，或者说啊，就是找乐子吧，对吧？我就拿了2000美元，想看看能不能复制啊巴菲特的这个思路，自己实验一下。然后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我的收益呢达到了100%啊，就是我先拿了2000美元，后来又过了1个多月，就是我又放了3000美元，就后来就超过了3个月里面就超过了1万美元，2个月的时间超过了50%，3个月的时间超过了100%。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去可以看啊，就是我频道里面有很多，什么美股投资1、2、3、4、5、6、7、8，对吧？我还9，我一共就分别录制了9个视频吧，就专门这3个月里面讲这个投资啊。一开始呢，我也是，用就是我过去的一些方式啊，就我会投资2个股票到3个股票，但是其实本来我一开始资金只有2000，那么我后来就算又放了3000，也只有5000，
所以一开始收益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啊。后来呢，我就觉得呢，还是要减少就投资股票的数量，我就只买一只股票啊。那么这个到底对不对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的观点。因为你像我的话是不需要上班，我等于一天基本上就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安排在去研究啊。如果是要工作的，它不是全职的，那么它基本上也就空下来点时间看看新闻啊，看看那些消息啊，就很难做到一天就是对我觉得很多股票去做这个分析。因为看消息面新闻什么的是非常的简单的，对吧？它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什么什么内容，但是你分析起来其实是复杂的，是难度很高的。这个呢，我觉得就导致呢，这个投资呢，就不太容易啊，能够你真正的就对一个股票或者几个股票的把握啊，反而呢，就是你失去了这个注意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我买这个股票，我可以就是减少风险啊。我买一只股票，万一我没看准，那我就亏掉了呀。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投资这个股票，最重要的其实是你对这个股票的研究程度，跟你对这个股票的看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大的背景，就是大势好不好，对吗？但是最主要的是要看你选股票的能力。那如果说你本来你的选股票的能力也不是很好，你只是碰运气，你说我多买几个股票去投资，那一种就是你的运气好一点，你有一些股票你乱选的也涨了，但是长久如果你的能力没有提高，你还是要亏掉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气也不怎么好，你选了几个股票，你能力也不高，也同样的是在亏，然后你还花费了很多精力。就这股票上涨的时候，人的心态呢，就是不会去多看很多东西的，对吧？就你不太会去关注的，你最好就它每天在涨，每天你能赚到钱。但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就它股票上涨，其实你每天也要去关注。就你更多的其实要去关注这个公司，而不是说你关注这个市场涨不涨，涨跟不涨其实最后只是一种结果。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研究啊当做每天的功课一样，是吧？那么你如果没有涨，你在下跌，你买的股票都下跌了，下跌的时候你心态肯定是受到影响的。那再有很多股票，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情绪上的问题。就如果我只有一个股票，那下跌了，我考虑它到底是我是要卖掉，还是我继续等待，还是我要关注看看它到底为什么原因下跌，就我分析起来也有精力，也简单一点。如果我同时下跌了，然后我又手里有好几个股票，那我怎么来得及去看呢？对吧？就你到时候就慌乱了啊！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就买了很多股票的，一到后面他慌乱了，他就开始不管了，他就3721啊，先给他平仓。比如说他买10个股票，然后他就把跌的最严重的几个，要不就保留着啊，把那些赚钱的看盈利点啊先平仓，其他的再补仓那些亏掉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对每一个股票去照顾它，去看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在损失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真正的就是股市，它的一个风险，就是说你买了很多股票，然后你手里有好几个股票，那我怎么来得及去看呢？对吧？就你到时候就慌乱了，就
它都是会有回调的。就像这个纳斯达克还是美国的股市，它每2年都要回调10%，就指数啊，不是个股。然后呢，每5年它就有一次更深度的回调，就可能是20-30%，就指数。那如果指数是这样子的话，那个股它回调起来下跌就更厉害了。But you should study history, and history is the important thing you learn from. What you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e market goes down. It goes down a lot. The math is simple. There's been 93 years a century. This is easy to do. The market's had 50 declines of 10% or more. So 50 declines in 93 years. About once every 2 years, the market falls 10%. We call that a correction. That means that's a euphemism for losing a lot of money rapidly. But we call it a correction. And so 50 declines in 93 years, about once every 2 years, the market falls 10%. Of those 50 declines, 15 have been 25% or more. That's known as a bear market. We've had 15 declines in 93 years. So every 6 years, the market's going to have a 25% decline.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You need to know the market's going to go down sometime. If you're not ready for that, you shouldn't own stocks. 就有可能就是你牛市啊，就你比如说你在市场非常好的，你运气好的牛市，你赚到了钱，就你通过很多股票，啪，你赚到了钱，然后你到了这种回调的时候，一下子就给你亏了没有了，就跌完了。分散买很多股票跟分散投资是2件事情啊。就有的人说，那我要分散投资啊，我不能风险放在一个事情上，是吧？这个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分散投资是什么？比如说，你说我拿一部分钱去买黄金，我一部分钱去买股票，这种是分散投资。你说我拿一部分钱去买比特币，我拿一部分钱去投资股票，这也是分散投资。我拿一部分钱就是去买一个房子啊，那一部分钱我去投资股票，这也是分散投资。但不是说你在投资股票里面你去很分散的啊。炒股的时候买很多股票这种方式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侥幸的心态，就是说他觉得要更多的要靠运气啊。但是最终呢，其实你能不能从股市里面盈利，你最终靠的是实力啊，也是啊，比如说宣传啊，有很多人做自媒体，他宣传，他说啊，这个美股是很好炒，美股很容易赚钱，很好炒啊，很简单就能赚到钱。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这个美股其实风险都是很高的，它每年都会有达不到要求的股票，有很多就退市了啊。这个风险，而且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跟下跌的幅度，这种弹性是很大的。就你有的你心态啊，你就很难。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过度的啊，这种美化的宣传呢，就让很多人呢就觉得，我不需要去做大量的努力的研究啊，我也可以靠运气啊，因为这个市场是好的，我就能够赚到钱啊，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啊。最终我觉得啊，就是从我那个认认真真的那个花了3个月，从一个小资金做到那个100%，就真的这个是靠研究分析，是靠这个坚定的啊投资一只股票的这种分析啊，就专注。就如果我这个小的资金就投资好几个股票，那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赚到这个钱，除非你遇到这种大牛市，对吧？每个都在乱涨，但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尤其是对于小的资金，大家都想花少部分的钱去投资股市，然后靠这个复利慢慢赚到更多的回报的，专注在一只股票上面啊。就是说，
你可以犯错，对吧？你做只股票，你如果觉得这个你做的不好，你可以去止损啊。但是呢，你要更多的把这个精力呢，就是放在找到研究找到这种对的股票上啊，就提高你的成功率，而不是就是说你乱撒网撒一堆，对吧？你说啊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我买一堆啊。其实我觉得基础的很多东西，如果意识上啊就有一定的问题，那就你起步就很难啊。也是我就是经历了很多以后啊，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因为一开始就总是啊，我们会学习，对吧？你比如说看到那些大亨啊，看到那些很成功的投资者啊，都买了好多，那是因为他们的资金量已经太多了啊，就他可能有几十亿、几百亿，基本你去看，就比如说你去看巴菲特，你去看谁，你都是看很成功的人嘛，对吧？那他的资金量已经真的是很多了，他没有办法去放到一个股票里面去投资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会就是一个是风险上的问题，这个真的会有风险上的问题。另外就是那个它体量太大了，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的，对吧？就像为什么很多人去买这个比特币啊，对我来讲，像我这种小的散户来讲，就我觉得美股的机会比比特币高呀，美股的收益也比比特币高呀。比特币现在的价格啊，它现在能涨到多少呢？它以前在比特币市值小的时候，当时只有200亿市值的时候，那它那个时候能翻10倍到2000亿，甚至翻更高。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了，它比特币还能涨多少呢？它现在的比如说7万块美元左右的价格，它难道还能涨10倍，涨到70万美元一个比特币吗？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觉得这个是很夸张的，对吧？但是美股你要找到翻倍、翻几倍的股票，对我来讲，就我已经成功好几次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是因为我小的资金我会这么看，但如果就是大的资金啊，就很多很多很多钱，那他们为什么要去投资黄金？为什么要去投资比特币？就是因为那个市场它更大，它可以就是吸收那么多的资金，并且呢，相对来说呢，它的收益还是可观的。就像你整个指数一年可能你上涨10%，但比特币这几年或者说黄金，对吧？就总的来讲，你看它翻1倍啊，或者说涨个50%啊，就是说它这个收益相对来讲会更高一点。就对大的投资来讲呢，它的风险呢也相对来说小一点啊。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啊，也欢迎大家和我留言啊进行互动，谢谢。